当一个国家成功的从低收入状态跃升到中等收入水平，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祝的里程碑。然而，这个阶段往往伴随着新的挑战，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产业升级步伐减慢，国家面临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分析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过程中。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廉价劳动力、基础工业化和初步的技术应用已不再足以支撑进一步的发展。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首先，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原本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此外，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同时，社会和政府制度的不健全也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曾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例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但之后却陷入了长期的低增长状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未能在关键时期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针对中等收入陷阱，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应对。例如，韩国和台湾在上世纪后半叶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成功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国家的经验显示，政府的角色在促进技术创新、教育投资和产业升级方面至关重要。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功的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仍在努力寻找突破口。因此，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发展策略和政策。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实际案例时，我们不妨以韩国和中国为例。这两个国家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时表现出色，其经济发展模式和采取的策略值得深入分析。首先，我们来看韩国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贫穷国家，人均收入低于$200。然而，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政策，韩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飞跃。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重点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鼓励国内储蓄和投资，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特别是在1970年代，韩国政府推动了重化工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这些行业很快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政府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的调整，鼓励了技术创新和企业升级。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韩国的经济已经从主要依赖农业和轻工业转变为以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再来看中国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利用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了世界的工厂。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鼓励创新和技术研发，以及推动国内消费。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加大了对新基建的投资，如 5G 网络、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等领域。这些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共同点。首先，政府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是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都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其次，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两国都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来实现经济的转型。最后，开放和国际合作也是重要因素。
通过参与全球经济，两国都能够吸引外资，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从而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些成功的案例为其他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策略，通过改革创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和经验交流对于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尤为重要。在深入探讨了韩国和中国实施策略后，我们接着关注这些国家在实施政策后的经济转变。韩国的经济转型可谓是一次成功的跳跃。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经历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到21世纪初步实现知识经济的发展。韩国政府的策略在于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在电子、汽车和造船等行业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增长，也使韩国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如三星、现代等，成为驱动国家经济的重要力量。此外，韩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教育和研发投资，这为其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韩国成功的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同样引人注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中国的外贸迅速增长，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从最初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逐渐转向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在制造业领域，中国不仅在传统产业如纺织和家电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在电子、机械和汽车等高端制造业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近年来，中国更是加大了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如 5G 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这些都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此外，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在不断壮大，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韩国和中国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适宜的发展环境和投资基础设施，政府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这2个国家的成功也显示出教育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通过投资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以及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科技创新，这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总之，韩国和中国的经验表明，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需要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包括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教育投资以及开放的国际合作等。这些策略的实施不仅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也为其公民带来了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对于其他正在或即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而言，这些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学习这些成功的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制定合适的发展策略，各国完全有可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的顺利过渡。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韩国和中国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不仅对本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实施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例如，越南在经济发展策略上就受到了中国模式的启发。越南政府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在纺织、电子和家电等领域。借鉴中国的经验，越南积极吸引外资，特别是来自韩国和日本的投资。这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此外，越南还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劳动力素质，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拉丁美洲，智利在经济政策上也受到了亚洲发展模式的影响。智利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产业多元化和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尤其在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智利的这一战略有助于其减少对单一经济领域的依赖，从而在全球经济波动中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则尝试采用了与韩国相似的发展策略。埃塞俄比亚政府推动了一系列工业园区的建设，致力于发展制造业，特别是纺织和服装行业。政府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改善基础设施和营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措施有助于埃塞俄比亚经济的多元化，减少对农业的依赖，同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些国家的例子表明，虽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但韩国和中国的经验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普遍适用性，特别是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教育投资和国际合作等方面。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可以完全复制韩国或中国的模式。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总的来说，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学习和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许多国家完全有能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升级。这些经验教训不仅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至关重要，也为那些寻求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国家间的合作和经验分享将变得更加重要。共同努力可以帮助更多国家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持续、健康和包容的经济增长。